我不知道我的灵感是来自生活，还是因为画画而学会了生活。其实我的性格天生就是比较自闭和沉闷的，超级社恐，又害怕交流。小时候偶尔会觉得无法融入和理解这个世界而焦虑和痛苦，但很幸运，我喜欢画画，就天生有种我就是要走这条路的直觉。后来就学着观察哪里有趣的事啊，然后记录下来。当我需要一点面对人生历练时的勇气，就会画一些在苦修的侠客。有时画到一半，忽然会有所感悟，然后混乱的思绪也会变得清明。好的是，长大后因为作品，慢慢认识到很多很棒的人，亦师亦友，和他们相处总能学到很多。他们又内敛，然后又善良，努力保持一种好奇心，去探索外在和内在，视野开阔了，画的心境也在慢慢的变化和成长。很感恩一切的相遇。我太笨了，国画很深，我觉得我对它的了解可能连皮毛都没有达到，但就是一见钟情。漫画又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种表达形式，没有多想就很自然的用毛笔去画漫画了。中途也尝试用过几年钢笔，但总觉得不适合我，缺了一些灵性的感知，就继续练毛笔，也没有技法用得多好，主要我觉得顺手和舒服。创作有很多困难，但所有的难题只要时间足够，自然就能解决。所以最烦人的大概就是身体跟不上吧，各种职业病，还是要多运动去维持一个平衡。可以人偶画当然是非常有趣啊，就像在重塑一个新的血肉，有了不一样的生命力。和 FreeZero 合作会很放心，他们工作极度专注，每个细节都会耐心的商议和一步一步的调整，一直在进步，很稳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当我拿到成品的时候，感觉这次又有了新的变化，有种松弛感，会忍不住感慨啊，怎么这么可爱。一般会先有随笔构思，后来慢慢变得谨慎，不停找资料学习啊，出门取材，然后剧本分镜几百遍的修改，但最后还是会以轻松的状态去呈现的。暂时还没有想过制作动画，不同个人的创作，动画需要的是团队努力和各方面的准备，现在我的作品还太少了，经验也不足，所以没办法同时兼顾不同的方向，所以还是先专注画好我下一个故事，然后以后有机缘巧合再想其他的吧。从我记事开始已经很喜欢画画了，我觉得这是一种缘分。要换其他工作的话，感兴趣的还是偏美学一类，雕刻啊、服饰或者修复文物。种花种草我也喜欢，就园艺的一类。其实我本质挺花心的，无论食物、音乐、运动或者新的兴趣，我都很愿意去接触学习，但很快某个瞬间就会觉得索然无味，脑子里唯一想的还是桌子上的笔墨。所以我即使一开始没有选择画画，最后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画画上吧。在之前会很喜欢爬山或者去养养花草，最近家里养了一个小家伙，是养小土狗，他是我的健身教练，每天都被逼着出门跑步。我也不知道可能童年在村子里会经常听到很多奇怪的故事，那个年代又流行僵尸电影，地摊卖的也是民间鬼怪传说类的旧书，可能多少会有点影响吧。我总记不得准确的时间段，对于数字和日期我都是非常不敏感。大概疫情前好几年，那时每年都会有计划的带父母找个地方休假，想着让他们也开阔一下视野，去过国内的泰国或马来西亚的不同海岛，所有的海都很美，当地居民的状态也很自在，慢节奏生活。一群狗在路边睡觉，乱石遗址中生长的棕榈树，浮潜时阳光透过海面的金色光柱，
非常放松，又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思考，很舒服。可能每个人工作繁忙、情绪绷紧后都会有闭塞感，但又无法真正的割离世俗。我就是典型的工作狂，经常会感到身心疲惫，就会想念海岛上的生活，所以就想或者2个小孩还有狗，跟随着自然真性情的生活。我需要提醒自己偶尔放松一下。有啊，我还真偷懒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不过因为故事还在创作当中，所以人的思维心境一直在变化，没办法有一个准确的总结，或许还要等到画完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吧。人偶盒子里有个册子，会简略介绍一点吧，我就不说了。我有一剧透就画不下去的毛病，漫画还在进行当中，所以一些详细的细节是没办法介绍的。我都挺喜欢的。再往深一点，那就是每个作品都是不同阶段的我，这是需要我画的时候自己去悟的，然后等到交给读者看到作品的时候，只要他们感受到可爱、开心、放松，那就已经足够了。